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边的环境怎么样？是不是世外桃源呢？这边就是山顶上了，一大片的地，目视下有10多亩。北京的大哥正在拍视频。这边很多板栗树，那边还有些梨树，还有桐油树，很宽啊，这个位置。这边的海拔800多米，到夏天的时候很凉快的。那边是一片山体，房子就建在下方。这些桐油也没人收了。山里面一下雨，云雾缭绕的，感觉就像仙境一般。以前是水路，桐油之乡嘛。对，有花园。以前是水路，就卖桐油，到冬养活的一个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走进房子去看一下。这是桐油啊，要大出来的桐油，当初那个漆啊，刷上去很好，很亮。木房子都用桐油刷的，它防虫嘛。又防虫，然后又亮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北苑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石头又来大山里面带大家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今天是带一位北京的大哥来到这边看房的。之前我发过这个视频，大哥看起了，想把这栋房子租下来20年。这栋房子距离县城25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20公里，交通也是挺便利的。但是这边进入房子的马路现在是没有硬化，宽约3米左右，轿车进来是有难度的。SUV 和面包车来到这边都比较好。房子就在尽头的前方。刚刚我们走上山顶去看了那边的土地，挺宽的。看周边一大片的竹林，都是楠竹。尽头前方是一棵柿子树。目视下，这棵树啊，树龄已经很长了。山顶上的植被很丰富，这边是著名的白云山。这边有一处观景台，底下就是悬崖峭壁了。这栋房子通水通电，而且喝的都是山泉水，车子几乎也可以开到院子。进入院子之前有一道山门，自然形成的，我手指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在那个位置，宽约2米左右的一道山门，两边的山高约15接近20米左右。这是一栋独门独栋的房子。这边的院子挺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处观景台。今天是下了雨，云雾缭绕。其实不远处零零散散有些住户，现在是看不到了。底下是一些土地，种的有些玉米之类的。不下雨的话，这边的视野是非常好的，一眼看过去都是1-2千米。这栋房子好多年没人住，屋顶上很多地方瓦片都已经坍塌了。改造的空间是很大的。那北京的大哥2000多公里跑到这边来看房，就是看中了这套房子。这边是厨房，上面屋顶的位置很多地方坍塌了。那边堂屋的那块位置瓦片也掉落下来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
楼层高度6米左右，开间4米左右。从这边看过去，感觉是上下2层结构，实际上并不是。1楼是住人，2楼是堆放杂物的。前面堆放了很多木桶子，主人家在这边养蜜蜂的。这边是厨房，之前我来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还没封，现在已经封起来，不让人进去了，可能担心上面的瓦片会掉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水管已经接到了院子里面。房子背靠着大山，后面都是悬崖峭壁，不用担心啊，这边没有泥石流。整个院子宽约100来个平方左右，在这底下是非常高的峭壁，目视一下有20-30米左右。这边的院子如果打造出来的话，修几个凉亭，应该是非常舒服的。感觉怎么样，大哥？风景很好。风景很好啊。这边的水应该是关掉了的，它因为这边没人住嘛，可能那边有种杂，已经关掉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走进房子去看一下。堂屋这块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有一座木梯，这边可以爬到2楼。房子都已经装修过了，上面还做了木板的吊顶。那个位置有点漏雨，木板已经是坏了的。这栋房子以前的装修还挺不错，堂屋宽约30个平方左右，有些家具，这是小孩子睡的一个摇篮，塞稻谷的垫子，这边有打米的加工机器。以前这边是种稻谷的，这是打谷子的木桶。那这边就是房间了，有床，有衣柜，做了木地板，上面也用木板做了吊顶。光线不是太好，这地方漏雨也非常的严重。这边还有个房间，这边也都做了楼板，但是很多地方是已经坏掉了的。这个位置坍塌下来了。这些都是实木的衣柜。以前这家人住在这边，犹如世外桃源，与外界几乎像隔绝了一样的。从这个镜头看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上次我们来拍过这个视频的。其实当时候在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中了这套房子，当时候是这位北京的大哥预定下来的，他今天就来看房了。房子的背后其实可利用的空间还是挺宽的，几十个平方，可以搭建一个偏房往后面延伸，整个房子利用的空间就很宽了。这旁边还有一大块的空地，在这边种点菜挺不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山门，宽约2米左右，两边都是很高的山体，大概有20来米左右。从这边走出去，
就是我们停车的位置了。这边有棵大树，很高啊。大山深处有人家。这栋房子建造时间没有多久，可能也就30来年左右。上面的木头还比较崭新。房子进深6米左右，上面盖的是青瓦。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的院子，地势高，视野好，一眼可以看得很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边的环境怎么样？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。今天我们把这栋房子租下来了，是贵州的大哥和大嫂在这边租的房。之前呢，这边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小村子，有10多户人，主人家呢一直都不在家里面，我一直都是委托了当地的一个大叔，他留守在村子里面嘛，就给我看一下这边主人家回来之后告诉我电话。现在房子租下来了之后，我们过去叫大叔，待会儿呢和我们一起来这边吃饭。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自己弄饭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走过去。整个村子这边有10多户人，因为以前这边是不通公路的，这几年才修通了公路，这边呢才陆陆续续的把这些房子修缮。08年的时候，他们家的也是木房子，当时下雪就压垮了，重新建了个砖房。喂喂，还有，等会儿和我们吃饭。和你们吃饭？在这里吃饭，他那个地角那个房子给他租下来了。可以。等下和我们吃饭，我们在煮饭哦。等你们过来吃饭哦，对不对？各喝酒嘛，各喝酒。我站在午饭了。今天也叫上了我的朋友来这边一起帮忙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大哥和大嫂在这边帮我们弄饭了。今天也算是他们正式的入住了这栋房子。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非常干净非常整洁的木房子，后面是偏房加的，这边呢就是厨房，很宽，里面有灶台，有火塘，还有浴室，还有基本上都有啊。这栋房子啊非常的好，里面的家具都是齐全的。房子的院子也是非常的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进村的马路，宽约3米左右，全部都是这个水泥路过来的。这边距离县城大约是12公里左右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大约是3公里左右，很近的。整个村子呢挨着水边而建，底下就是清水江，对面河的对面就是保定县的地界，这边属于花源县。这里有一片桂花树，当然现在没有开花，主人家挺喜欢花花草草的。看这边都是摘的一些花，都已经开花了，还有柚子树，在外面还有盆景的。很可惜啊，主人家在吉首那边工作生活，所以这些盆景啊很久时间没有浇水，已经干枯了，非常的可惜。要不然那些三角梅啊开的花特别的漂亮的。之前我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满院子都是开着5颜6色的花，非常的好看。这边有一条台阶路可以走到河边，喜欢钓鱼啊，这个地方非常的不错。而且这个院子里面都是用那种竹子编织的围起来了，这边以后可以养点鸡，种点菜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的台阶路可以直接到达河边，也是一个自行修的小码头。这边有些桃树，
整个院子有接近80个平方左右，还是非常宽的。看，已经把这些椅子啊全部拿出来晒一下，上面的飞尘打扫一下。这栋房子呢是一栋典型的土家民居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中间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两边的卧室都留的有窗户，上面呢也是用木板隔开了，人就住在1楼。后面呢是厨房，中间堂屋，在那边的偏房里面有猪圈，还有浴室，还有卫生间。再过去还有一栋木房子，那栋木房子现在也是可以对外出租的，也没有人住。上面盖的都是青色的瓦，这些我们当地也叫土瓦，大概3、4年左右检修一次就可以了。房子是非常齐整的，也是非常的干净，基本上打扫一下拎包入住。那这边呢，水电网都是通的。现在我们进入房子去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堂屋了，打上了水泥地面，打扫一下就非常的干净。堂屋的旁边分别是2个卧室，我们先走左边吧。里面有一些家具，柜子、衣柜，地板也都是水泥地。在那边最方便的留的有扇小门，可以通往厕所那边。这边的窗户采光也是挺好的。楼顶是用那种木板铺的，当然这后面可以钉成那种 PVC 板，可能比较干净一些。这边有床，整个这个房间呢大概是20多个平方左右，也是挺好的。在墙上都装的有排插。那现在我们走到右手边的房间去看一看。这个房间也差不多大，上面用那种类似于彩布条的封了一层，防止这些飞啊往底下掉。这边也是衣柜，还有主人家的一些衣物之类的，也装的有排插，都是挺方便。但是这些墙壁啊，时间久还是有点颜色比较深，后期的话可以装修一下。这边装的有纱窗的，这边的墙壁有点透风，后期可能装修一下就比较好了。这边应该是主人家的一个主卧室，这些柜子啊可能都是结婚时候留下来的。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的厨房，带你们去看一看啊。大哥，恭喜你们！欢迎你们来到湘西啊！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以后大家都是朋友。石头是挺，服务是挺。没，这位就是贵州的大哥，那边就是嫂子，都很勤快。现在打扫卫生，待会儿呢要给我们煮个中饭吃，是吧？这边是一个灶台，还有桌椅板凳哦。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农村的一个灶台啊，在这边炒菜很好吃的。你们家乡有这样的灶台吗？也有呀。也有哦。农村也有的。农村才有，城里面是没有的。这个灶台有3口锅，一般这边啊都是炒菜煮饭的，那边可以烧点水之类的。一般像在农村里面，到了冬天烧木材可能还方便一些哦，又可以烧火取暖。那我们再走过去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火塘了。到了冬天啊，在这边烤火很方便。到了冬至节之后啊，买点肉过来腌一下，在这边熏点腊肉，挺好的。那边都是一些木材，这边还有碗柜。再过去呢，就是通往厕所那边了。
这边有一个杂物间，当然也可以改造成一个房间，都挺好的。这边留的有扇小门。我发现啊，房子里面的灯光啊，每到一个转角的地方都装的有灯，这一点非常的好。这边就是应该是浴室了，淋浴的，也是非常的宽。哎，这个厢房很宽啊，看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这边还留的有扇门，往这边也可以出去的，可以堆放一些杂物。朋友们知道吧？这以前啊就是一个猪圈啊，以前养猪的。当然，如果大哥他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买一头猪过来养。到了下半年的时候，长大了就可以杀猪过年了。好，那这栋房子的内部就为大家拍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走到院子，再来看旁边还有一栋木房子，现在也是没住人的，也是可以出租。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。以后呢，我抽个时间单独为大家来拍一期这栋房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忙了，准备待会儿呢自己炒菜，在这边吃个饭。隔壁还有2个大叔叫过来一起吃饭了，菜已经炒好了，挺丰富的，有肉有豆腐有鱼，还有小白菜皮蛋凉拌黄瓜，挺不错的。看朋友们环境怎么样？这就是农家的生活啊。坐吧。没事就搁局里就走在路，你没事就没事就没到这个，好了，给你们倒去。啊，好久了。这边本地的大叔啊，到了年纪都喜欢每餐都要喝点小酒。这些酒都是我们当地自己酿的，纯的包谷烧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莫老村，来到莫老村一定要来看看农家大院。实际上之前我在这边拍过一个视频，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留言都说啊，湘西很难得一见的地主大院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其实从这栋房子的一砖一瓦都可以看得出，它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一栋房子。看看这边的青砖墙上面的花纹呢，画的是栩栩如生。这个好像是一只鹿，这边呢代表的又是什么？还有最顶上镜头可以看一下，上面的花纹白颜色和黑颜色相间的，都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建筑风格。那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它始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，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地方啊，到今天都是非常偏僻的，我们开车一趟过来真的挺不容易。这里距离边城镇大概有10多公里，道路是弯弯曲曲。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座地主大院呢？随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就带你们走进院子里面去看一看。首先呢，这座院落它建在200多年之前，以前这边的交通更不方便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湘西呢交通是很闭塞的，以前我们要出去的话全靠走水路。那这座房子的下方呢就有一条清水江，
沿着清水江一直可以走到洞庭湖，走到园林。所以说在以前交通不便利的那种社会环境下呢，走水路那就非常的方便了。所以说在今天呢，我们再去看湘西的一些人文啊，一些古建筑啊，大部分建在河边。就像这栋房子呢，200多年前建的，距今呢保留的非常的完好。我感觉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可能和山西那边有所不同，那边呢大概都是几进的，我们这边呢基本上只有一进门，那边呢就是大门，进来之后就是这户人家的院落了。整个院子呢打上了围墙，大概高3米左右，都是青砖结构的。这样的一栋房子呢，它实际上结合了外地的一些建筑风格。我们苗族的房子呢，它是没有这样的青砖墙的，基本上都是木房子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青砖墙呢？以前据说啊，村里面的老人说，这个地方呢，当地人贩卖的是一些木材还有桐油，他们拉到园林洞庭湖那边去贩卖，然后呢从那边带回来一些盐巴、布匹，还有一些比如说实用的一些东西，一个商品之间的交易吧。久而久之，这个莫老村呢，它就形成了一个码头。很多外地人呢，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200多年前，可能这个地方还比较繁华，很多人来到这边呢，会住在农家大院这边。他们做生意的，比如说一些外地的商贩，他来到这边落脚了之后，就会找到一个类似于一个落脚的一个商店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可能在以前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形成，所以这么偏僻的地方建造了这样的一座农家大院。了解它的历史，根据当时候的社会环境，可能也就不足为怪了。那这个话题呢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，可以了解一下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座农家大院呢，在我们整个湘西州都算保存的非常的完好，而且距今呢，这栋房子依然是住着农家的后代。这栋房子呢是5开间的木房子，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具有历史研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立柱啊，虽然没有多大，相比现在新建的房子它显得比较小，但是呢它在200多年前找到这样的木头也确实不容易。包括这栋房子上面的这些窗花，这些雕刻都是栩栩如生，而且每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一面它的纹路呢，你看这上面雕刻的像一只什么鸟的，这边呢又类似于梅花一样的，这边呢也有不同的雕刻。这样的房子啊，我走了湘西很多地方确实没有看到，包括我们镜头可以往上面看一下，上面呢有个好大的怎么呢，叫做一个雕刻吧，也可以叫做牌匾，就在大门口的上方。上面呢大家可以看4只脚，它是有4只大蝙蝠的，这中间呢有2只小一点的蝙蝠，看起来这个字呢像一个喜字，它所代表的寓意呢就是福禄寿喜，很有特点吧，朋友们。光这个雕刻这个牌匾呢，我估计都价值不菲啊。还有这栋房子的每一个房门，它进去的位置都会摆上这样的一块大石头，一呢是方便人踩上去，第二个呢可能它会还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呢？一般农村建房子它的门槛都比较高，尤其像这些地主大院呢，还有个寓意就是说，想要进入这家门呢，你必须要跨过他们家的这个门槛。这家人还挺不好进的，说明这家人可能比较有钱之类的。这栋房子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虽然现在是住着人，但是它整个堂屋呢还是有点长了一些绿苔的。和这边的天气还是有点关系。整个堂屋呢是没有多大，
大概也就20来个平方左右吧。里面的装修呢，基本上是我们苗族的装修风格，很密闭的那种环境。走到房子里面呢，你会瞬间感觉，可能光线没有那么好吧。墙壁上，也就是这些木板墙上面涂抹的都是一层桐油。这层桐油呢，它对于木板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首先呢，不容易长虫，时间久远呢，对于木房子保护很好。再一个，涂抹了很多次之后啊，它这个木板它会越来越黑。像这样的桐油啊，估计已经涂抹了10多遍之后嘛，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继续往外面走，去看一下这栋房子。这栋房子的主屋是5开间的木房子，在它的旁边还建了2处厢房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些厢房里面全部都上了锁，无法进去的。实际上，200多年前的房子，以前肯定很热闹的。这样的厢房曾经也住了很多人，对不对啊？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人是没有那么多。这户人家呢，现在依然是住在主屋里面，也就在这个房间，所以厢房呢基本上是空出来了。以前啊，这栋房子据说是2兄弟建的，后面呢有1兄弟搬出去了，在后面呢也建了一栋房子。房子盖的都是我们湘西非常具有特色的青瓦，确实它的每一个外墙角落啊都很有建筑风格。这样的建筑风格呢，在我们湘西苗族的建筑里面基本上是很少见的。还是因为主人家呢，可能当年做些生意之类的，和外地接触的比较多，把外面的一些建筑风格呢给采用进来了。据村里面年长的老人说，他说外墙的建筑风格，包括这些雕花的啊，他们说是从四川那边给采用过来的。这样子一结合，它对于木房子的外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。这么看过来也挺有特点的。这栋房子啊，在以前建好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水泥嘛，地面铺的都是山上的青石板，时间久还是有点凹凸不平，并且现在石板缝中间长了一些杂草。从这边有一个过道，我们可以走到房子的外围，给大家看一下外墙的青砖结构。房子里面住着人啊，还在打着电话，但是房门是关上了，我们就不方便进去采访了。每一个房门都是这样的大石头，其实从石头的磨损程度都看得出这栋房子的古老，被人踩在上面已经没有棱角了。这底下铺的都是青石板。房子的外围全部都是青砖结构的，所以对于木房子的保护是非常好。大概基础60公分左右都是用石头垒砌了，上面呢再用青砖砌墙。其实砌这么高的院墙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湘西这边不是在解放之前，匪犯非常的严重吗？可能
这么高的院墙，也是对于房子里面的主人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吧。这栋房子的周边已经陆陆续续修建了很多房子了。看这栋木房子建得很漂亮，还是2层楼的房子。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说，想在湘西里面找一些很有特色又很古老的房子，把它租下来，然后呢开发做民宿，或者自己在这边1年来住几个月。那你们觉得就像农家大院的这栋房子，让你来这边住，你能住得下来吗？朋友们，200多年历史的房子保存完好，确实很难得啊。走进这栋房子，感觉挺安静的，一砖一瓦，可能都在讲述着他的故事。非常喜欢这样的房子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能代表我们湘西的一种建筑风格吗？如果让你来这边居住，你能住得下来吗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